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曾经突然从梦中惊醒，在黑暗里看着天花板发呆，眼泪却不知不觉滑落了眼角，因为在刚才的梦境里，你又见到了那个人，那个明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却依然牢牢盘踞在你心底，让你怎么也放不下的人。有时候梦里的他们笑得很慈祥，穿着生前最喜欢的那套衣服，坐在老家的藤椅上，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有时候他们却一句话也不说，就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你，甚至面目有些狰狞，让你在半夜里吓出一身冷汗。醒来后，那种心悸的感觉，久久散不去的恐惧和酸楚，全混在一起，让你整夜都不敢再闭上眼睛。很多人跑到庙里去问神，智飞问说，我梦见已经过世的父亲母亲了，这到底代表什么？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还是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好？是不是缺钱了？还是房子漏水了？我们常常听世俗的人说，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天我们忙于工作，忙着张罗家里的大小事，忙着应付生活的柴米油盐，把思念和悲伤死死地压在心底，以为不去想，伤口就会自己愈合。但其实，在我们佛教的观点里，梦从来都不只是大脑的随机播放，也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它是我们深层意识，也就是佛法说的阿赖耶识中生生世世记忆与业力的显现。更重要的是，梦境往往是不同维度之间灵魂与灵魂交汇的桥梁。弘一法师曾说，悲心交集，生命是一场漫长的告别，留下的人还在回忆里打转，离开的人其实早已经在另一个时空开始了他们的旅程。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反复梦见已经不在的人，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三世因果，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让我们又爱又怕的梦境，真正做到让亡者安息，让生者释怀。说到这里，让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种，也是很多人最害怕的一种梦境。你梦见了过世的爷爷、奶奶或者父亲、母亲，可是梦里面的他们给你的感觉很不舒服。他们可能站在房门口，或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眼神幽怨，甚至恶狠狠地盯着你。你明明知道那是你最亲的人，可是你在梦里却感到无比的害怕，想要逃跑。有时候他们在梦里甚至会开口骂你，或者用一种极度失望的眼神看着你。为什么会这样？明明生前那么疼爱你的长辈，小时候总是把最好吃的鸡腿留给你，怎么死后在梦里却变成了一个让你恐惧的存在？其实，在佛法看来，这叫做万法唯心造。缠着你的从来不是你的亲人，也不是什么外面的孤魂野鬼，而是你自己的妄想，是你心底最深处一直不肯原谅自己的愧疚感。你可以静下心来回想一下，在亲人生前，你是不是曾经答应过他们什么事，最后却没有做到？比如，你说好了等忙完这阵子，下个月要带妈妈去南部走走，去她一直想去的那个大庙拜拜还愿，结果因为工作太忙，孙子又要考试，行程一推再推，直到他突然倒下离开了。这个承诺变成了你心里永远的遗憾。又或者，在他们临终前，在医院的加护病房里，你因为人在外地打拼，或者因为塞车，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没能亲口在他们耳边说一句，对不起，我爱你，您放心跟着菩萨走。甚至，是不是在他们生病卧床的时候，你因为照顾得太累，曾经对他们发过脾气，说过几句重话？这些没有完成的承诺，
这些没能说出口的抱歉，这些不经意造成的伤害，在你心里结成了一个死结。白天，你用忙碌麻痹自己，在亲戚朋友面前假装一切都过去了。但到了晚上，当意识的防线卸下，这份庞大的懊悔与自责就会幻化成梦中亲人严厉的模样。你害怕的根本不是那个魂魄，而是那个没有尽到孝道、没有信守承诺、充满遗憾的自己。佛经里有一个很经典的公案，这个故事非常深刻地说明了执着是如何扭曲一个人的灵魂。在过去，有一位修行非常高的老和尚，他出家几十年，住在深山的茅棚里，一辈子持戒清净，过着过午不食、粗茶淡饭的日子，对世间的功名利禄完全没有任何物欲。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位老和尚圆寂之后必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位大富人家为了感恩老和尚的教导，特别请工匠用纯金打造了一个非常精美的水钵作为供养。这个金水钵雕工细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老和尚推辞不掉，只好收下。一开始他只是把水钵放在案桌上，但日子久了，老和尚对这个精美的金水钵升起了一丝喜爱之心。他每天诵完经都要把这个水钵拿在手里把玩，用干净的布擦得晶亮，甚至睡觉时都要放在床头才安心。后来老和尚生了重病，药石罔效，在他临终的那一刻，他的呼吸已经非常微弱。弟子们围绕在他身边为他助念。按理说，这时候修行人的心里应该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清净的佛国净土。可是老和尚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床头的那个金水钵，心里挂念的不是佛号，而是我死了以后，这个水钵会被谁拿走？谁会像我一样爱惜它？就因为这临终时的一念贪恋，一念放不下，老和尚断气了。他死后，弟子们整理遗物，正准备拿起那个金水钵时，突然从钵里窜出一条巨大的毒蛇。这条毒蛇盘踞在金水钵上，对着靠近的弟子们吐着信子，发出嘶嘶的警告声，眼神充满了怨毒与防备。原来老和尚因为临终前对这个金水钵起了一丝极强的贪恋，这股强大的执念让他原本可以往生善道的灵魂瞬间堕落，在中阴身阶段化成了一条毒蛇，死死地守着他放不下的东西。你看，连修行了几十年的老和尚都会因为临终前一念之间的执着，从一代高僧幻化成可怕的毒蛇，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每天在红尘里打滚的凡夫俗子呢？我们对过世亲人的愧疚、不舍与懊悔，其实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执念。你觉得自己欠了他们，你觉得自己做错了，这股负面的能量就在你的阿赖耶识里不断发酵，最后把亲人原本慈祥的形象扭曲成了来讨债、来兴师问罪的冤亲债主。所以，如果你做了这种可怕的梦，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觉得是不是亲人变成厉鬼来找你，更不要急着去到处求神问卜。其实，他们永远是爱你的，那只是你内心的压力锅在寻找一个出口。只要你愿意把这份愧疚在心里说出来，在神明桌前，或者在心里默默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当初是我不懂事，是我疏忽了，请您原谅我。这个心结打开了，执念消散了，噩梦自然就不会再出现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种梦境。在这种梦里，亲人没有恶狠狠地盯着你，但他们的处境看起来却非常糟糕，让人看了心都要碎了。你可能梦见他们穿着生前那套旧衣服，但是破破烂烂的，浑身是泥巴或伤口，
或者梦见他们在一个很黑、很冷、一直下着雨的地方发抖，甚至你清清楚楚地听见他们在梦里喊着你的名字，喊着肚子饿，喊着好冷，喊着救命。每次做完这种梦醒来，你的心都会像被千针万线扎着一样痛。你会忍不住想，他们是不是在那边过得很苦？是不是我在告别式上烧的纸钱不够？是不是没给他们烧大房子、烧厚衣服，让他们在地下受罪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民间的习惯就是赶快再去买一大堆纸钱、纸扎的别墅、金条，烧给过世的亲人，图一个心安。但是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要只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佛教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里有一段非常明确、一针见血的开示。佛陀告诉普广菩萨，如果你在梦里梦见了悲伤的、啼哭的、面带愁容的亲人，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过去生中或者是这一生中死去的亲眷，他们可能因为生前造了一些恶业，死后堕入了恶道，他们在那里受苦，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解脱，他们没有福报可以依傍，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像落水的人，只能拼命地抓住一根浮木，只能托梦给在世上曾经和他们骨肉相连、缘分最深的亲人，也就是你。他们不是来吓你的，他们是来求救的。讲到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记载在佛教感应录里的真实公案。这个故事没有神通广大的菩萨，只有一个跟我们一样，为了养家糊口而奔波的普通父亲，以及一个充满迷思的孝顺儿子。明代有一位读书人叫王正，他的父亲生前是个做粮食买卖的小生意人，父亲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奸大恶的事，但那个年代生活实在太苦了，家里有5、6张嘴要吃饭，父亲为了多赚一点微薄的利润来养活一家老小，偶尔会在秤砣上动点手脚，偷斤减两，占了客人一点点小便宜。这在当时的生意人里似乎是见怪不怪的事。父亲过世后，王正非常悲痛，也是个极度孝顺的儿子。他按照民间最隆重的习俗，花了大笔的积蓄，买了堆积如山的纸钱、元宝，甚至还请人扎了气派的纸质大宅院、纸马、纸仆人。他在父亲的坟前把这些东西烧得火光冲天，心想：爸，您生前为了这个家吃了一辈子的苦，连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现在您走了，这些钱您尽管拿去花，在那边一定要过上富足的好日子。王正觉得自己尽了孝道，心里踏实了许多。可是就在父亲过世100日的那天晚上，王正做了一个无比清晰的梦。在梦里，他来到了一个非常阴暗、寒冷、到处弥漫着浓雾的地方，四周没有光，只有阵阵凄厉的风声。突然，他听到前方传来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还伴随着巨大石块摩擦的轰隆声。他走近一看，整个人吓得瘫软在地，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那竟然是他日夜思念的父亲。父亲的脖子上套着沉重冰冷的铁枷锁，正弯着腰，满头大汗，步履蹒跚地推着一个巨大无比的石磨。石磨非常重，父亲每走一步都显得无比艰难，双脚的鞋子早就破了，脚底磨出了血泡，鲜血混着泥水，印在冰冷的地板上。王正看了心如刀割，哭着扑过去，抱住父亲的腿大喊：爸，怎么会这样？我不是烧了那么多钱给您吗？我不是给您烧了大房子和仆人吗？您怎么没去享福，还在这里受这种苦啊？父亲停下沉重的石磨，转过头看着儿子，脸上满是无奈与痛苦。他叹了一口气，声音沙哑地说：傻孩子啊，世间人烧的那些纸钱，
纸房子在这里就像灰尘一样，阴风一吹就散了，根本毫无用处。我们这里是按业力来算账的，不是按纸钱来算账的。父亲流着眼泪继续说，我生前做生意，为了多赚几文钱，在秤砣上短斤缺两，我以为这只是小事，但天地鬼神的账本记得分毫不差。我亏欠了别人的重量，现在就变成了这座石磨的重量，我必须在这里推石磨还债，推到罪业还清为止。你烧再多的纸钱，也买通不了阴间的法则，减轻不了1两的重量。王震听了，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又殷切地交代他，孩子，你如果真的心疼我，真的想帮我，不要再烧那些没用的纸钱了，你用那些买纸钱的真金白银去买米布施给穷人，去帮助那些快要饿死的孤儿，或者以我的名字去寺庙点光明灯，诵读佛经。只有你做出真实的善行，转化成真实的功德，这股功德的光明才能化解我肩上这座石磨的重量，才能真正救我脱离苦海啊！王震从梦中惊醒，坐起身来，发现枕头已经被泪水全湿透了。梦里父亲沉重的喘息声和血肉模糊的双脚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以前自以为是的孝顺，只是在求自己的心安，对父亲根本没有一点实质的帮助。从那天起，王震彻底改变了，他停止了所有烧纸钱、烧纸扎的虚妄举动，他将家里剩下的积蓄全部拿去买了白米和棉衣，亲自送到当地最贫苦的家庭和孤儿院里。每次送出东西，他都会在心里默默祈求，愿以此布施的微薄功德回向给家父王某某，祈求他业障消除，早日脱离幽冥之苦。不仅如此，他每天早晚都会跪在佛堂前，虔诚地为父亲诵读佛经，把修行的清净功德回向给亡父。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晚上，王震再次梦见了父亲。这一次，周围不再是阴暗寒冷的浓雾，而是一片祥和的光明。父亲身上的铁枷锁不见了，那座沉重的石磨也消失了。父亲换上了一身干净明亮的衣服，脸上带着生前那种最慈祥、最轻松的笑容。父亲走到他面前，摸了摸他的头，笑着告诉他，孩子，爸爸要谢谢你，你的善念与真实的功德已经化解了我的罪业，帮我还清了债务。我现在要往生到充满光明的善处了，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多行善事。说完，父亲就在一片祥光中冉冉升起，消失在天际。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再回头看看现代人的生活。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年到了清明节、中元节或者亲人的忌日，心里总是带着深深的焦虑。我们常常会花好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去买成堆的纸钱、精美的库钱，在金炉前面忍着高温和浓烟烧上好几个小时。我们总怕亲人在那边不够花，总怕自己做的不够多。但佛教的智慧告诉我们，阴阳两隔，维度不同，通用的法则也完全不同。那个世界的通行货币不是我们人间印刷厂印出来的纸，而是业力与功德。如果亲人生前没有修行，带着恶业离开，他们堕落在受苦的境界里，纸钱对他们来说就像是画饼充饥，解不了真实的痛苦。所以当你梦见亲人在受苦、在求救的时候，一个人在半夜里恐惧是没有用的，单纯的流眼泪也是没有用的，甚至盲目的去烧一车库的纸钱，也只是安慰活着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实质的功德。什么是真实的功德？就是你放下自己的贪念，去利益他人。
你可以为他们诵读《地藏经》，或者把买纸钱的那些真金白银省下来，以他们的名义去布施穷人，去帮助弱势群体，去寺庙点一盏光明灯，把你做这些善事的功德真诚地回向给他们。当他们得到了这份清净功德，洗刷了身上的业障，脱离了痛苦的境界，他们自然就不会再来梦里找你求救了，或者下次他们再来，就会是面带微笑，穿着庄严的来跟你道别，感谢你的救度。最后，我们来聊聊第三种梦，这也是最让人揪心、最让人心酸、最让人舍不得醒来的一种梦境。在这种梦里，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人受苦，你只是轻轻地推开了一扇门，回到了小时候住的那间老房子，墙上还挂着那本日历，厨房里传来熟悉的传统卤肉和竹笋汤的饭菜香。你走进去，看见已经过世的妈妈正在瓦斯炉前忙进忙出，一边炒菜一边念叨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爸爸戴着老花眼镜，坐在那张破旧的沙发上，看着晚间新闻，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平常到让你以为过去这几十年的岁月，那些生离死别才是一场梦。你走过去抱住他们，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往下掉。你在梦里卸下了所有的伪装和坚强，把最近在工作上受的委屈，老板的不讲理，婚姻里的疲惫，甚至是对未来的迷茫，全都哭诉给他们听。而他们就像小时候一样，温柔地摸着你的头，拍拍你的背说：傻孩子，哭什么？没事了，没事了，天塌下来有爸妈在呢。这个梦太真实，太温暖了，那种被全然接纳的安全感，让你紧紧抓着不想放手。可是，当你睁开眼睛，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外头的天刚亮，耳边只有冷气运转的声音，你要面对的依然是那个必须咬牙硬撑，没有人可以替你遮风挡雨的现实世界。那一刻，从温暖的云端摔回冰冷的现实，巨大的失落感和无边无际的孤独会瞬间把你吞没。从佛法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爱别离苦。人生有8苦：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五蕴炽盛，还有一个最让人肝肠寸断的，就是爱别离。我们终究要和我们最爱的人分开。现代人的生活真的太累、太苦了，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到了我们这个被称为三明治世代的年纪，我们在外面要低声下气地赚钱，回到家可能要面对不愿意结婚生子的年轻一代，还要担忧他们微薄的薪水付不起高昂的房贷。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开始出状况，膝盖痛、血压高。我们是长辈，是父母，是配偶，我们肩上扛着整个家，却唯独失去了自己。我们连崩溃都不敢哭出声音，因为只要我们一倒下，这个家就垮了。我们环顾四周，发现身边全是需要自己依靠的人，却没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人。于是，在现实压力大到快要喘不过气的时候，我们阿赖耶识里那些温暖的记忆种子就会发芽，我们的心灵开启了自我保护机制。我们在梦里退化成了一个孩子，躲回了那个全世界最安全、最无私的地方——父母的身边。我曾听过一位年近50、白手起家的大老板分享他的故事。他在商场上呼风唤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在他面临公司资金链断裂，差点破产危机的那几个月，他几乎天天梦见他过世10多年的老母亲。梦里母亲什么大道理也没说，不知道公司破产是什么意思，他就是端着一碗热腾腾的切仔面给他，笑着说：憨康仔，先吃饱，吃饱了
才有力气做事。他说，每次做完这个梦，他隔天早上就像充饱了电一样，又有勇气去面对那些讨债的银行。那是他在残酷的现实中唯一的避风港。有一部讲述亡灵世界的电影里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只要我们还记得那些爱我们的人，就从未真正离开。这份梦境中的相聚，是他们留给我们最后的温柔，也是我们自己心底因为爱而长出的力量。但是佛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过去心不可得。这种梦虽然温馨，虽然能带来短暂的安慰，但我们绝不能沉溺。有些人因为太想念亲人，每天浑浑噩噩，对现实生活失去了热情，只盼着天黑能赶快睡觉，好在梦里跟亲人相聚。这在佛法里就叫做执着，也是一种贪爱。过度的执着会变成一种毒药，你放不下过去，你的亲人也会因为感受到你强烈的牵挂与悲伤，而在另一个世界走得不安心，甚至被你的情执牵引，无法顺利往生善道。真正的放下，不是无情的忘记，而是释怀。你可以在梦里痛哭，在梦里拥抱，但梦醒之后，请你勇敢地擦干眼泪，把他们给你的爱化作现实生活中的动力，继续把你的人生过好。因为只有你过得好，只有你身心健康，才是对他们在天之灵最好的报答。其实，无论是内心的愧疚，对亲人受苦的不忍，还是对过去温暖的贪恋，说到底，都是因为我们看不透生死。讲到这里，我们必须把眼光再放远一点，从个人的小情小爱提升到生命的宏观视野。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失去的痛苦和回忆里，那是永远走不出来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他是如何看待生死的。弘一法师出家前是风流倜傥、才华洋溢的才子李叔同，他曾经家财万贯，经历了世间的繁华极致，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离死别。他出家后看透了世间的无常，将戒律手持到极致，成为令人敬仰的律宗大师。在他圆寂临终前，他展现了凡人难以企及的生死大智慧。他早早交代好后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老朋友夏堪尊。信里淡淡地写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阔而忘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他没有恐惧，没有哀嚎，也没有对世间的丝毫不舍。他安静地写下了绝笔的4个字：悲心交集。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在临终前特别交代弟子，当他断气后，不要急着帮他擦洗身体、换衣服，以免搬动身体时引起神识的痛苦而生起嗔恨心。他甚至叮嘱弟子，要在他的床脚4根柱子下各垫上一个装满水的小碗。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怕自己圆寂之后，身上会有气味引来蚂蚁。如果弟子们来搬动他的遗体，不小心压死了这些蚂蚁，那就犯了杀生戒。这是一种何等细腻、何等伟大的慈悲！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要走到尽头的人，心里装着的依然是那些最微小的众生。很多人不明白，一位这样的大修行者，临死了为什么还要写下悲这个字呢？法师的悲绝对不是悲伤自己要死了，更不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他的悲是菩萨的大悲心，是慈悲这世间的众生还在6道轮回的苦海里浮沉，还在为生离死别而痛哭流涕，还看不透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而他的心是欣慰自己的灵魂终于要解脱了，这一生的修行终于圆满，终于要往生净土，去到一个没有痛苦、
充满光明的地方。弘一法师用他的一生和他庄严的圆寂告诉我们，死亡从来都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一扇通往另一个境界的门。按照佛家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观念，这个世间就像是一家巨大的客栈，我们都是过客。我们这辈子能成为父母、子女、夫妻，都是前世结下的深深缘分，也就是所谓的共业。缘分聚了，我们就买了同一车厢的车票，成了一家人，在这一路上互相扶持。缘分尽了，大家就到了各自的车站，提着行李，各自挥手道别。逝去的亲人不是像烟雾一样消失了，他们只是在人生的这趟长途列车上，比我们早一站下车了。他们暂时休息一下，很快就会换上另一件衣服，以另一种身份进入下一个轮回，继续他们未完成的旅程。既然他们已经往前走了，我们留在原地的月台上，一直哭，一直自责，一直不肯离开，又有什么用呢？哪怕你心里有1000件好事，还没来得及为他做，哪怕你有再多的抱歉，因为拉不下脸而还没说出口，请你相信，去了另一个维度，脱离了肉身束缚的他们，其实啊，他们的心跟明镜一样，他们全都能懂，他们不需要你的眼泪来陪葬，他们只希望你带着他们曾经给予的爱，好好的、勇敢的把剩下的路走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们听懂了因果，明白了无常，我们更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该怎么做。如果你最近常常梦见已经不在的亲人，心里觉得很乱、很难受、很迷茫，请你从今天开始试着做这3个微小但非常有力量的行动。第一个行动，睡前3分钟的真心和解。今天晚上睡觉前不要滑手机了，给自己3分钟安静的时间，闭上眼睛，在心里想象亲人就站在你面前，带着微笑看着你。如果是愧疚的梦，请你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对不起，当年我没有做好，让您受苦了，请您原谅我，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如果是思念的梦，请你告诉他，谢谢您那么爱我，我现在过得很好，请您不要挂念，安心地跟着菩萨去佛国净土吧，把心里的话没有保留地说出来。这就是一种强大的自我疗愈，也是解开潜意识枷锁、跨越阴阳2界最有效的钥匙。第二个行动，化思念为功德的简单回向。如果你担心亲人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好，不要害怕，用你的力量去帮他。你不一定要花大钱去大庙里办隆重的法会，佛法讲求的是心诚则灵，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自己在家里诵经。你可以念一部《地藏经》或者《阿弥陀经》，如果觉得时间不够，经文太长，念心经也可以。甚至你只要每天早晚诚心诚意地念诵108遍的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在心里发愿说，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的亲人，说出他的名字，祈求佛菩萨慈悲加倍，让他业障消除，离苦得乐，往生善道。这种血脉相连的清净愿力是宇宙间最强大、最能穿透维度的超度。第3个行动，以他的名义做一件微小的善事，把对他的思念从虚无的眼泪变成具体的行动。你可以用他的名字捐一点钱给孤儿院或慈善团体，你可以买一个便当送给街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甚至你只是在路上对一个遇到困难的陌生人露出了一个温暖的微笑，帮他捡起掉落的东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他的称谓说，这是我为您做的，希望您能收到这份福报。
当你把对小家庭的私爱扩大成对世间万物的大爱时，你不仅帮逝去的亲人积累了无量的福报，你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执着也会在付出的过程中随之烟消云散。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宇宙里独一无二的花朵，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是自然规律，也是无常最美丽的显化。离开的人已经化作了春风，化作了夜空中的星光，化作了你生命里最坚韧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他们在另一个维度安静的慈悲地看着你，所以千万不要再沉溺于痛苦和自责之中了。不要去算自己还有1000件好事没来得及为他做，也不要去想那一面没见到的遗憾。请你深信不疑，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歉意，早已经超越了生死的界限，他全都能懂。最好的告别从来不是无休止的眼泪，也不是每年忌日上的唉声痛哭，最好的告别是你勇敢地擦干眼泪，带着他曾经给过你的温暖，代替他去好好看看这个依然美丽的世界，代替他把这辈子剩下的人生过得热气腾腾，闪闪发光。当你笑了，梦里的他也就安心了。今天这支影片的最后，我想邀请正在看影片的你，跟我们一起做一件充满正能量、能利益众生的大事。请你在这支影片的留言区写下你最想对那位离开的亲人说的一句话，或者是留下一句简单的祈福，例如愿逝者安息，生者平安，南无阿弥陀佛。不要小看这个打字的动作，当成千上万个善念、成千上万句祝福汇聚在这个留言区的时候，这里就会形成一个无比强大、充满佛光的正向磁场。这股共业的力量不仅能超度那些在另一个维度的亲人，更能抚慰每一个像你一样曾经在深夜里流泪无助的灵魂。在这里，在佛陀的慈悲里，你永远不会孤单。感谢您耐心收看今天的内容。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为您疲惫的心灵带来了一丝平静与力量，恳请您动动手指，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您的每一个关注与按赞都是我们团队继续传递善念与温暖的最大动力。也欢迎您将这支影片分享给身边那些可能也正在思念亲人、走不出丧亲之痛的朋友。也许您的一个分享就能解开他心里多年的死结，这也是一桩无量的功德。让我们一起用慈悲点亮更多人的心灯，愿世间所有的遗憾都能化为慈悲的守护。我们下期再见，阿弥陀佛。